就因为我出宫的时候没给皇后身边的宫女让道，她就当着众多嫔妃的面状告我秽乱宫闱。娘娘，求娘娘为奴婢做主啊！沈烨侍卫每晚都潜入奴婢的房间，强迫奴婢做苟且之事，奴婢实在忍不了了。沈侍卫，可有此事？我虽然是侍卫没错，但我是奉旨乔装监理后宫的女隐卫啊！微臣冤枉。这些都是你昨夜施暴留下的，铁证如山，你还想抵赖吗？混账东西！本宫的慈宁宫竟成了你这等狂徒撒野的地方！娘娘息怒，只是今日他敢欺负一个宫女，明日指不定哪个嫔妃就遭了难。臣妾一想到这宫里有个淫贼四处乱通，这心里就发毛。沈侍卫这品行实在是烂透了。就是啊，长得一表人才，内里竟是这种色中恶狗。禁卫军怎么挑人的？这种货色也敢放进内宫，咱们姐妹的清白还要不要了？啊！臣妾想起来了，回禀娘娘，臣妾曾在御花园见过沈烨对翠儿拉扯不蒂，当时翠儿就哭得不行，臣妾还以为他俩有情分，没想到沈烨，你竟然是这种畜生！这沈贵人是沈家的旁支，若论辈分，他还得管我叫声堂弟。毕竟谁会怀疑自家亲戚说的大义灭亲的之词？沈嫣啊，沈嫣，虽然你是咱们沈家嫡支的独苗，是未来的希望，可我也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误入歧途，败坏我沈家门风啊！求娘娘赎罪啊！臣妾之前看他年纪小，以为他与翠儿是两情相悦，想着他又是皇上跟前的红人，这才存了私心帮他瞒着。谁成想他竟然是强迫人家，这种十恶不赦的行为，臣妾绝不敢再护短了。好一个沈家嫡子，好一个御前侍卫，仗着你父亲是当朝宰相，仗着有几分盛举，就敢在后宫之中如此无法无天！来人，将这个败类给本宫押入慎刑司，先重打50板子，打完再诊。本宫倒要看看他的骨头有多硬。是。慢着。娘娘，请恕微臣无礼。死到临头，你还想巧言厉色？微臣不敢。只是沈贵人既然口口声声说亲眼看见微臣恶行，那微臣想问他一句话，问完之后是杀是剐，悉听尊便。问。堂姐，你说在御花园撞见我欺负翠儿，那我问你，那是哪一天，什么时辰？具体又是在御花园的哪个位置？就前个午后，未时3刻，在御花园假山后面的那片梅林里，我当时离得远，但看得清清楚楚。你把翠儿按在假山上，翠儿一直挣扎，你还打了她一巴掌。你笑什么？难道是心虚了？我笑堂姐记性真好，时辰地点说得如此精确，只可惜你记错了人。你说的那天正是上周3，我因偶感风寒，特地向禁卫军统领告了假，领了出宫的牌子，一整天都在宫外的沈府卧床休养，何府上下的家丁婢女皆可作证。不知道堂姐在梅林里看到的究竟是谁？难道我沈燕还会分身术不成？能一边在府里躺着喝药，一边跑到这御花园来调戏宫女？沈燕，你颠倒黑白，你这个伪君子！被你玷污清白，我还有何面目活在世上？沈燕，是啊，是不是呢？是啊，乔乔，这都寻死了，看来是真受了天大的委屈。就是啊，一个姑娘家，名节比命都重要，怎么可能拿这种事来污蔑一个侍卫？让开，都让开！我有重要政务呈给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卑职有罪证呈上。娘娘，这些是沈燕之前偷偷拿给卑职炫耀的东西。她说宫里有个小宫女暗恋她，背地里偷偷给她塞了这些贴身衣物。方才沈贵人身边的宫女貌似给卑职传信，说翠儿姑娘正在殿内申冤，
怕沈燕巧言令俐，借故推脱责任，所以特意让卑职去她房间的床下暗格里寻找了这罪证，请娘娘明鉴。连贴身衣物都有，这还有什么好抵赖的？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亏我还觉得他长得一表人才，没想到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那就是奴婢的衣服，那就是奴婢的衣服，娘娘，那是奴婢第一次被他强迫时穿的那件，奴婢后来找了许久都找不到，没想到他竟还留着，奴婢实在是无颜见人了。皇后娘娘，此等玷污后宫无视君威的烂人，绝不能轻饶，就该将他凌迟处死，以儆效尤。凌迟处死，把他拖出去，不要污了娘娘的殿宇，把他拖出去。我们竞争的御前侍卫首领一职，若你倒了，我便能顺理成章的升职上位了。来人！娘娘，就算是大牢里的死囚，临死前也有分说冤屈的机会。我沈家世代忠良，我绝不能让祖宗蒙羞。请娘娘准我问几个问题。好，看在你父亲的面子上，本宫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谢娘娘。翠儿，你既说我每晚潜入你房间施暴，那请问具体是从哪天开始的？就半个月前，每天晚上子时之后。那我每次是怎么进去的？是翻窗还是走门？你可还记得我第一次入内时有没有对殿内的东西造成什么损害？我当时太害怕了，很多事都记不清了。沈大人第一次进门，仿佛是翻窗进来的。我记得你住的那间厢房，窗屋外种满了带刺的蔷薇花。你的意思是，我为了找你，不惜每晚去扎上一身刺？那你再说说，我身上有什么特别的体貌特征？左手还是右手有常年练武留下的老茧？腰间有没有疤痕？那晚的事情，奴婢实在是太过于恐慌，很多东西都记不住了。你口口声声说我每晚施暴，却连基本时间出入方式都含糊为辞，你到底是真记不清，还是我压根儿就没干过？你是在故意污蔑我？那样恐怖的事情，谁会记得住细节？要我说，沈嫣这根本就是在对翠儿施压。她是不是想故意拖延时间，好让家里长辈来救人？娘娘，言语或可作伪，但事实不容狡辩。既然翠儿说我多次对她施暴，那只需找个经验丰富的嬷嬷当场验伤便知真相。除此之外，再核团过去半个月的禁卫军当值记录，若我当值，又如何分身去她房中？若我并未当值，又是如何潜入宫闱？卑职相信皇后娘娘断案如神，定能还卑职一个清白。允了，带翠儿下去验伤。禀娘娘，已经验明，结果如何？翠儿并非完璧，且下身红肿，确实遭受过暴力伤害。求娘娘为奴婢做主啊！奴婢的清白就是被沈嫣这个畜生毁的呀！嬷嬷们验出的痕迹，就是她每晚施暴后留下的铁证。若不是被逼到了绝境，奴婢一个弱女子，怎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这等羞耻之事？奴婢愿用性命发誓，若是有一句假话，死无葬身之地。卑职身为御前侍卫，若有半句作伪，甘愿脱去这身官服，受军棍80，永世不得回京。臣妾以我沈家149人起誓，若有半句虚言，全族无后而终。你们竟如此笃定毁他清白的人是我，可我同为女子，如何毁你清白？女子，她居然是个女人！丞相府好大的胆子！女扮男装混入禁卫军，这可是欺君的死罪啊！皇后娘娘，你千万不要信她，她定是为了脱罪故意伪装。一个女子怎么可能入禁卫军当值？沈燕，谎报性别罪加一等，你还有何解释？
臣的女子身份，陛下一清二楚。臣自幼习武，得陛下赏识。陛下体恤后宫，恐有宵小之辈作祟，特意将臣调来，以男子身份行事，实为监察后宫安危。是以，臣从未欺君，一切皆为圣意。把这个满口谎言、构陷忠良的贱婢拖下去，押入慎刑司，给本宫好好的审。娘娘饶命！娘娘饶命！奴婢再也不敢了。燕堂妹，是姐姐糊涂了。见那丫鬟哭得可怜，就一时心软，听信了她的谣言，这才误伤了你。但姐姐也是真心在乎你，怕你做出什么错事，你别生姐姐的气，可好？女儿亮明身份后，皇后便下令将翠儿押入了慎刑司。沈贵人见风使舵，立刻上前与我撇清关系。你们都下去吧。燕儿，沈贵人不会无缘无故下此毒手，他没有这个脑子，更没有这个胆子，他背后有人。女儿也是这么想的。她虽然嫉妒我，却没本事设下如此环环相扣的死局。她只是一把刀。父亲，您觉得会是谁在背后操纵？沈贵人敢在皇上面前公然污蔑你，绝非一时糊涂，是他那一只早已暗中勾结了三皇子。三皇子？没错，能让他如此不顾家族情面，也要置你于死地的，只有可能是给了他天大好处的承诺。而朝中有这个动机和能力，又视我们沈家为眼中钉的，唯有他。那父亲的意思是，今天这一切，从翠儿的诬告到沈贵人的发难，从头到尾都是三皇子在背后策划的。他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可是，三皇子为何要如此大费周章地针对我，针对我们沈家？我们与他素无往来，更无恩怨。燕儿，在朝堂之上，有时候没有恩怨，比有恩怨更可怕，因为那代表着立场。我们沈家最大的错就是太有用了，却又不为他所用。我们沈家世代忠良，深受皇恩，为父在朝中身为宰相，门生故吏遍布朝野，是陛下手中最锋利的剑，也是最坚固的盾。这不正是为臣之本分吗？是为臣之本，却是皇子之赐。三皇子野心勃勃，近年来在朝中大肆结党营私，拉拢官员，意图打造他自己的班底。为父多次在暗中阻挠，不让他把手伸得太长。我们沈家坚守中立，只忠于陛下，不肯依附于任何皇子，他便视我们为眼中钉、肉中刺。所以，他这次是想一石二鸟。他想借翠儿之事污蔑你，给你定下秽乱后宫的死罪。女子身份一旦暴露，更是欺君罔上。一旦你的罪名坐实，为父也难逃教女不严、蒙蔽圣听之责。届时，他在煽动党羽联名弹劾，便可一举将我们沈家满门扳倒，永无翻身之日。好狠毒的计策，一步走错，便是万劫不复。是啊，这次我们险之又险的避开了，可下次呢？三皇子不达目的，绝不会善罢甘休。燕儿，我们已经被逼到了悬崖边上，再无退路。父亲，既然无路可退，我们便无需再退。坐以待毙，绝非沈家风范。他既然已经出招，我们就必须反击。说得好，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冷静。
我们不能直接对三皇子出手，他党羽众多，在朝中势力盘金错节，连陛下都对他尚且容让3分。我们若凭一时之愤与他硬碰，无异于以卵击石。那我们该怎么办？难道就任由他继续在暗中算计？硬碰不行，就要借力，而且要借最强的力。朝中有一人，连三皇子都要忌他3分，他的话比我们妇女加起来分量都重。嘉庆大长公主，正是。大长公主是陛下的亲姐姐，身份尊贵，为人刚正不阿。她这辈子最看重的便是先皇传下来的皇室基业江山社稷。更重要的是，她手中还握着一部分惊动未遂的力量。父亲是想请长公主出面主持公道。不只是主持公道，明日我们妇女便去拜见大长公主，向她陈清此事的利害关系。我们要让她明白，三皇子今日能为了权力构陷我沈家，明日就能为了皇位排除异己，手足相残。将我们沈家的危机上升为整个江山的危机，如此一来，大长公主心系社稷，绝不会坐视不理。正是此理，这件事不能只当成我们沈家的私仇来报，为国除害的公案。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找到最强大的盟友，将三皇子的阴谋彻底撕开在阳光之下。女儿明白了，全听父亲安排。沈相、沈燕，你父女2人一早登门，想必是有要事相告。公主明鉴，臣今日要禀明一桩构陷大案。此事不仅事关我沈家满门清白，更事关我朝朝堂纲纪。但说无妨，本宫倒要看看，在这天子脚下，谁敢动忠良之家。谢公主。犬子沈燕不，实则小女沈燕女扮男装在禁卫军当值，却被宫女翠儿诬告强暴，而臣的侄女宫中沈贵人竟也出面作伪证。公主，这是从慎刑司审讯翠儿得来的供状，上面有沈贵人授意她的信物凭证。另外，这里还有我们连夜查到的沈贵人一家与三皇子心腹周凯往来甚密的账目和信件。三皇子为了一己私欲，拉拢朝臣，构陷忠良，搅乱后宫。我沈家世代忠立，只效忠于陛下，竟因此遭他记恨。他这是要铲除异己，为他日后的野心铺路啊！他竟如此急功近利，胆大妄为。公主，若纵容此等风气蔓延，党同服役，朝堂之上将再无敢直言进谏之臣。届时人人自危，江山社稷堪忧啊！沈相莫急，你沈家的忠心，本宫知晓，陛下也知晓。三皇子如此行事，已非皇子争斗，而是动摇国本。备车，本宫即刻入宫面圣，定要为沈家，为这朝堂讨回一个公道。沈氏，你与三皇子勾结，构陷朝廷命官，意图倾覆宰相府，桩桩件件证据确凿，你可知罪？陛下饶命啊！臣妾冤枉，臣妾是被三皇子逼迫的，是他，都是他逼臣妾这么做的，臣妾不敢不从啊！父皇，您别听他胡说，儿臣绝无胡说。哼！这些是你与三皇子心腹的往来信件，如何收买宫女，如何罗织罪名，如何构陷沈燕，算计沈家的每一步都写得清清楚。上面还有你的亲笔手记，你还敢狡辩？不可能的，怎么会？逆子！你身为皇子，不思为国分忧，却在此结党营私，构陷忠良。你的眼里还有朕这个父亲吗？还是说，你就是盼着朕早死，好让你早日继位？父皇息怒，儿臣知错了，儿臣再也不敢了，求父皇饶了儿臣这一次吧。饶了你？他请大长公主亲眼私下拉拢朝臣，排除异己，这些朕都可以忍。可你竟然还在京郊豢养私兵，你这是想做什么？你想造反吗？还敢抵赖？这不仅仅是党争，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谋逆。
来人，在传朕旨意，沈氏心肠歹毒，构陷忠良，秽乱宫营，罪无可恕。即日起废其贵人位分，打入冷宫，永世不得出。其全家上下立刻押入天牢，彻查所有罪责，一个不留。陛下饶命了！我不想去冷宫，我错了。三皇子，暂押宗人府，等候处置。即刻彻查其所有党羽，凡参与构陷沈家者，一律严惩。儿臣谢父皇不杀之恩，谢父皇。带下去。燕儿，不可冲动，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眼线众多，随我回府再说。凭什么？沈贵人构陷朝廷命官，满腔下狱，可三皇子这个主谋却只是被不痛不痒来关宗人府等候处置。父亲，我们沈家上下败于口，险些就因他万劫不复。这口气您咽得下，我咽不下。糊涂！你当真以为陛下他老眼昏花，处置不公吗？父亲此话何意？难道陛下的处置另有深意？你以为陛下真的糊涂？他那是在放长线，钓大鱼。钓大鱼？三皇子在朝中经营10余年，党羽遍布朝野，盘根错节。仅凭今日沈贵人的一封书信和那个宫女翠儿的供词，我们最多只能坐实他构陷你的罪名，顶天了是废除他的皇子之位。可这远远不够。不够？当然不够。他在京郊豢养数千私兵，这才是心腹大患。若不能将他的势力连根拔起，今日倒下一个三皇子，明天就会有无数个三皇子冒出来，到那时才是真正动摇国本。陛下要的从来都不是他这一个孤家寡人，而是他藏在暗处的所有叛党和他那支见不得光的私兵。只有让他狗急跳墙，主动把所有底牌都亮出来，陛下才能名正言顺地将他们一网打尽，永绝后患。将他关在宗人府，就是故意给他传递信号，让他以为自己还有机会，从而逼他行险。那我们沈家岂不就成了陛下引蛇出洞的诱饵？是诱饵？万一三皇子真的狗急跳墙，鱼死网破，第一个要撕碎的就是我们沈家。陛下他就没想过我们的安危吗？你要明白，从我们沈家选择忠于陛下，我们就已经是陛下手里的一枚棋子，也成了三皇子的眼中钉、肉中刺。这盘棋，我们早已身在局中，无从选择。进一步是万丈深渊，退一步亦是粉身碎骨。燕儿，我们没有退路，事已至此，只能信陛下，也只能靠我们自己。诱饵、棋子、三皇子，你绝不会善罢甘休，但我们沈家也绝不会坐以待毙。既然是诱饵，就要有诱饵的价值，与其被动等待，不如主动出击，将这条毒蛇彻底引出洞来。卑职参见沈相、沈统领。何事如此慌张？启禀沈统领，李万他回营之后，便在校场上自请军棍80。他说他有罪，只求大人能饶他一条性命。他发誓永世不再回京。哦，倒是识时务，想用苦肉计来换一条活路吗？卑职不知，他只是不停的磕头，说他对不起统领，求统领开恩。燕儿，你打算如何处置？他倒是提醒我了，有些账是该好好算算。备马，去禁卫军大营。燕儿，凡事留一线，下手别太狠，留他一条命，也算是给大营里那些心思活络的侍卫一个警示。父亲放心，我自有分寸。
免礼。沈统领，我错了，我知道错了，求您饶了我。李万，你还记得你在金殿之上发过的誓吗？记得。你说若有半句作为，甘愿受军棍80，永世不得回京。看来你记性不错。统领，求您大人有大量，把我当个批放了吧。知道错了，很好。那我再问你一遍，我房里那些女人的贴身衣物，到底是谁让你放的？又是谁指使你当堂做伪证，污蔑我秽乱公款？说！我说，是三皇子的心腹周凯，是他逼我的。他说只要我能扳倒你，就保我做御前侍卫首领，还给我一大笔钱。我鬼迷心窍，我真的不是故意的，统领，都是他逼我的，求您饶了我吧。周凯现在在哪里？他让你做完这些事后，还有什么别的吩咐？他昨天就离京了。他说去京郊的私兵营要安排什么大事，具体的他没说，我也不知道啊。统领，我真的就知道这么多了。京郊私兵营在哪个方位？有多少人？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这种小角色，他怎么会告诉我这些机密？我只偶然听到他跟别人提过一句，在城西30里外的猎场附近。求您明鉴啊！谢谢沈统领不杀之恩，谢谢统领。我问完了，既然你肯说实话，也算是有几分悔过。那么，你发的誓就自己兑现吧。统领，您这是什么意思？继续行刑，80军正，少一下都不行。不，统领，你答应过。行刑结束后，把他拖出京城，找个地方扔了。传我的令，从今往后，他若敢再踏入京城半步，格杀勿论。是。周凯，京郊私兵营，三皇子，你的底牌，我会一张一张亲手给你揭出来。沈统领留步！沈统领留步！李公公，沈统领好眼力，奴才奉皇后娘娘之命，特来请您往坤宁宫一叙。皇后娘娘？正是，娘娘说有要事与您商议。皇后向来在朝堂纷争中保持中立，今日御书房之事，她全程未曾表态，此刻突然召见，绝非单纯的商议要事，恐怕是一场新的试探。沈统领，娘娘还在宫里候着呢。好，有劳李公公带路。不敢当，不敢当。沈统领这边请。沈大人，您看这天也冷了，我给您备了点薄酒，暖暖身子。臣沈燕参见皇后娘娘，不知娘娘召见臣有何吩咐？免礼吧，沈燕，你来了，赐座。谢陛下。今日御书房之事，本宫都看在眼里。你被人污蔑，受了不小的委屈，本宫心里清楚。谢娘娘关心，臣不敢称委屈，能洗清冤屈，保全沈家清白，臣就心满意足了。三皇子糊涂，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陛下自有公断。本宫今日叫你来，是想问问你。娘娘请讲。只是沈燕，你可知，经过今日之事，沈家的地位已然不同往日了。陛下倚重，沈相在朝中根基深厚，如今你又手握禁卫军，这泼天的权势，接得住吗？娘娘说笑了，沈家世代忠良，无论何时忠于陛下，忠于这江山社稷，从未敢有过半分僭越之心。父亲常教导我，君恩似海，臣子当以性命相报。沈家今日所得的一切，皆是陛下恩宠。我沈燕能执掌禁卫军，更是陛下的信任。臣的职责便是守护宫城安宁，护卫陛下与娘娘周全，除此外别无他想。你能这么想，就再好不过了。你身为禁卫军统领，手握宫中安保大权，又深得陛下信任，日后一定要谨言慎行，恪尽职守，莫要辜负了陛下的恩宠，也别让沈家陷入万劫不复之地。娘娘放心，臣定当铭记娘娘的教诲，恪尽职守，守护好皇宫的安全，绝不让娘娘失望。好了，本宫也乏了，你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臣遵旨，告退。皇后看似温和，实则心思深沉，步步为营。这场博弈远比我想象的还要复杂，当务之急是要把三皇子的罪证彻底定死。带我去见翠儿。是，沈统领。沈统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你饶了我吧，我再也不敢了。翠儿，抬起头看着我，我再问你最后一遍，毁你清白，逼你诬告我的人到底是谁？说还是不说？你要是再不说实话，我就一刀一刀刮了你。你忘了你当初发过的毒誓吗？若有一句假话，死无葬身之地。我现在就可以成全你。说，毁我清白的人是周凯，是三皇子身边的周统领。那天晚上，他闯进我的房间，强迫我。事后他说，只要我按照他的吩咐诬陷你秽乱宫闱，他就放我出宫，还给我一大笔钱。沈贵人呢？是不是他找的你？是沈贵人先找的我。他说事成之后就让我做他的贴身大丫鬟，一步登天。我是一时糊涂，被富贵迷了眼，才答应了他们。沈统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求你饶了我吧。糊涂，为了钱财权势，甘愿毁人清白，污蔑忠良，差点害死我，害死整个沈家。这不是糊涂，是贪婪，是恶毒。看好他，别让他死了，等候陛下发落。是。真相的链条终于完整了。周凯、三皇子，你们的死期到了。父亲，我回来了。燕儿，慎刑司那边可有结果了？都招了。翠儿承认是沈贵人找到了他，许诺好处，诱他入局。而真正毁他清白并胁迫他的，是三皇子身边的统领周凯。真是丢尽了我们沈家的脸，竟敢勾结外人，意图构陷忠良，颠覆我沈家满门，简直是罪该万死！父亲，您息怒，莫要气坏了身子。沈贵人已经自食恶果，被打入冷宫。不值得您为他动气。你说的对，只是我没想到沈家旁支竟会出了这样的叛徒。看来这个家是时候好好清理一下门户了。老爷、小姐，二房的沈二爷来了，说是有要事求见，此刻正在前厅等候。让他进来。大哥，燕闺女，我今天来是替我那个不成器的妹妹求情的啊！我妹妹她就是一时糊涂，被三皇子给蒙蔽了双眼，才会做出那等糊涂事。她本性不坏的，求大哥看在咱们都是一家人的份上，在陛下面前美言几句，救救她。一家人。沈仲德，我问你，他勾结外人，买通宫女，伪造证据，意图将沈燕置于死地，灭我沈家满门的时候，他可曾想过我们是一家人？那是一条人命。他只是想教训一下燕侄女，没想那么严重。教训沈二爷，谋害禁卫军副统领，构陷朝廷命官是死罪，毁我沈家百年清誉是灭族的大罪，在你口中就只是一句轻飘飘的教训。我错了，大哥燕侄女，我知道错了，求求你们饶了他这一次吧，我给你们磕头了。不必了，他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早已不是我沈家的人，陛下圣裁以下，谁也救不了他。你若真是为他好，就该回去准备后事，而不是在这里白费口舌。
一个铁面无私的沈相，好一个大义灭亲的好伯父！沈二爷，慎言，这里是相府，不是让你撒野的地方。哈哈哈，撒野！我告诉你们，现在的好日子就快到头了，你们别太绝情。若是我妹妹死了，你们也别想好过。你在威胁本相？威胁？我这是在提醒你们。你们以为扳倒了我妹妹，投靠了嘉庆大长公主，就能高枕无忧了吗？我告诉你们，做梦！三皇子不会放过你们的。你们今日断我妹妹的活路，来日三皇子就会断了你们整个沈家的活路。沈家迟早会毁在你们手里，你们等着瞧！哼，说完了。你说完了就滚出去。管家，送客。若是再敢胡言乱语，直接打断他的腿，扔出去。给我等着！立刻派人跟着他。是，小姐。要最精湛的人手，远远跟着，别被发现了。看看他去了哪里，和什么人见面，说了什么话，一举一动都要记录下来，如实禀报。小的明白。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父亲，事已至此，感伤无用。沈二爷今日敢如此叫嚣，证明他背后还有依仗。他这番话也算是在情急之下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你说的对，我只是没想到他们与三皇子勾结之深，竟到了如此地步。这颗毒瘤已经烂到了根子上，若不尽快拔掉，只怕会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我们致命一击，后患无穷啊！父亲放心，既然毒瘤已经自己冒了头，我便会顺藤摸瓜，将所有盘根错节的烂肉都挖出来，清理门户，绝不姑息。我不会再让他们有任何机会危害到沈家，危害到父亲您。沈统领，陛下派奴才来传您，说是在御书房单独召见您，让您立刻入宫。皇上单独召见，该来的终究是来了。知道了，容我片刻。昨日之事，父亲已经点明，皇上暂押三皇子必有后手。今日单独召见，是要对我，或者说对我们沈家下达真正的谕令了吗？陛下，沈统领到了，让他进来。沈统领，请。臣沈燕参见陛下。免礼，平身吧。谢陛下。这是帝王信书，皇上在考验我的定力。开门见山地说，沈燕，昨日御书房之事，你是不是觉得朕对三皇子太宽容？臣不敢揣测圣意，只是觉得三皇子构陷忠良，意图灭我沈家满门罪大恶极，仅是暂押宗人公，恐怕难以服众，也难以平息朝野上下的议论。你倒是坦诚，不像其他人，只会一味的阿谀奉承。朕问你，若是朕昨日就杀了三皇子，他那些藏在暗处的党买和攒养的私兵该怎么办？三皇子经营10余年，党羽遍布朝野，绝非杀他一人就能解决问题。若他一死，那些人便会立刻潜伏起来。三皇子在京郊豢养了数千私兵，朝中还有不少官员暗中依附于他，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若是朕现在杀了他，这些人就会像受惊的兔子一样四散而逃，潜伏起来，暗中积蓄力量。日后一旦时机成熟，必会再次谋反。到那时，危害的就是这江山社稷，是天下百姓。所以，朕之所以只把他关在宗人府，就是故意留着他，让他以为还有机会，让他心存侥幸。朕要让他自己跳出来，主动谋反。届时，朕正好将他和他的党羽一网打尽，永绝后患。
臣明白了，陛下深谋远虑，臣自愧不如。臣愿听陛下吩咐，万死不辞，全力以赴，协助陛下平定三皇子的叛乱，清除所有叛党。好，朕就知道你没有让朕失望。朕已经下旨，让你暂代禁卫军副统领之职，全权负责皇宫的安保。从此刻起，宫中禁卫皆由你调遣。臣，你父亲沈相会负责联络朝中那些尚在观望的中立派官员，稳住朝局。而嘉庆大长公主、皇姐会负责调动京中守卫军，从外围形成包围。我们三方联手，布下天罗地网，就等着三皇子自投罗网了。臣遵旨。臣定不负陛下所托，死守皇宫，绝不放过任何一个叛党，誓死守护陛下，守护着江山社稷。好了，你下去吧，去好好准备，朕等着你的好消息。臣告退。沈燕，陛下将计就计、引蛇出洞的计划，想必你都清楚了。回公主，陛下已对臣全盘托出，禁卫军、朝中势力与公主您的京中守卫军三方联手，定能让三皇子自投罗网。你倒是聪慧，一点就透。但你可知这条蛇究竟有多毒？沈燕，你可知三皇子在京郊的私兵有多少人？臣不知，还请公主明示。5000人，三皇子暗中培养了5000私兵，由他的心腹周凯统领。这些人个个都是亡命之徒，绝非寻常的乌合之众。所以你万万不可大意。皇宫的安防，尤其是宗人府的守卫，必须牢牢掌握在你手中，绝不能给三皇子任何脱身的机会。多谢公主提醒，臣记下。臣即刻便去加强宗人府的守卫，替换所有可疑之人。同时，臣会立刻派人去京郊探查这5000私兵的具体位置和兵力部署。好，你做事本宫放心，但切记在三皇子正式动手前，不可打草惊蛇。请公主放心，沈燕定会做好万全准备，只等三皇子自投罗网。统领，起来。我交给你们一个任务，请统领吩咐。立刻动身去京郊，给我查清楚三皇子那5000私兵的所有底细。第一，他们的具体驻扎位置；第二，兵力如何部署，明哨暗哨，巡逻规律；第三，他们的武器装备如何，粮草供给来自何处。最重要的一点，给我盯死了他们的统领周凯，他的一举一动，见了什么人，说了什么话，我都要知道。是，记住，三皇子的这批人都是亡命之徒，心狠手辣，你们行动时必须万分小心，乔装打扮，不可暴露身份。属下明白。你们分头行动，互相照应，确保情报的准确。一旦有任何消息，立刻用飞鸽传书向我汇报，不得有片刻拖延。若遇紧急情况，不必事事请示，可自行决断。记住，保全自身才能完成任务。属下遵令。好，出发吧。燕、沈相，还有父皇，你们都给我等着！等我出去，我一定要将你们碎尸万段！是我。殿下，外面情况怎么样了？是不是有转机了？殿下，大事不好了！李万那个废物全都招了，已经把您指使他做伪证的事儿全盘托出，还有翠儿那个贱人，也被沈燕端进了慎刑司，恐怕也撑不了多久了。废物，全都是废物！这点小事都办不好，我养你们何用？殿下息怒，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沈燕已经拿到了铁证，我们必须马上想办法，再晚一步，恐怕就真的来不及了。想办法？怎么想办法？
这里被沈燕的人围得水泄不通，我还能怎么？殿下，我们还没输，您忘了吗？我们还有京郊的5000私兵。对，我还有兵，我还有5000精兵。殿下，事已至此，我们只能放手一搏。只要我们能逃出去，与私兵会合，直接攻打皇宫，杀了皇上和沈燕，这天下就是您的了。说得对，搏一把，只要能登上那个位子，一切都值了。沈燕父皇，你们都得死！朱凯，现在本王只能靠你了。属下万死不辞。好，你听我命令，你立刻回去，召集所有私兵，做好万全准备。7日后深夜子时，你率领5000精兵，从防守最薄弱的皇宫西门发动猛攻。那殿下您呢？我自会买通宗人府的守卫，在子时准时脱身。你攻入西门后，我们立刻会合，直取御书房，取下老东西的项上人头。属下明白。7日后子时，属下必率大军攻破宫门，恭迎殿下。好，周凯，事成之后，你就是我朝的镇国大将军，荣华富贵享之不尽。谢殿下。副统领，已经3更天了，一切如常。越是平静，越是暗藏杀机。传令下去，所有人打起12分精神，今夜不会太平。是。来了。副统领，三皇子买通宗人府守卫，已经出逃，京郊西营5000私军异动，正朝皇宫方向急行军。果然，他反了。统领，来了，他们来了！说清楚。三皇子他买通了宗人府的守卫，已经出来了。他汇合了京郊的数千私兵，正朝着皇宫杀过来了。他要篡位！所有人听令！三皇子谋反，罪同叛国，格杀勿论！格杀勿论！弓箭手准备！死守宫门，绝不后退！死守宫门，死守宫门！弓箭准备，稳住，不许乱！放箭！沈燕，你这个不男不女的怪物，给本皇子滚出来受死！有本事就下来与我决一死战！传令下去，死守宫门，在我倒下之前，宫门绝不能破。是，统领。哈哈哈哈哈哈！加把劲儿，门要破了，给我冲！第一个冲进去的，封万户侯！哈哈哈哈哈哈！破了！哈哈哈哈！沈燕，你的死期到了！统领，快看，是嘉庆大长公主的旗帜，是荆州守卫军。怎么可能？
京中守卫军怎么会？父亲联合了朝中所有不愿依附三皇子的中立派官员，将他们麾下的兵力集结起来，就等着这一刻从后方完成包抄。三皇子，你的末日到了。不许退，都不许退！冲！给我冲！攻破宫门！本皇子登基之后，封你们为王为侯！饶命啊！我投降！废物！一群废物！谁敢投降，这就是下场！构陷我沈家，害死无数无辜之人，桩桩件件，血债累累。今日我与你之间必须有个了断。沈燕，又是你！呀！呀！沈燕，我要杀了你！我要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呀！三皇子，你构陷忠良，结党营私，如今又起兵谋反，桩桩件件，罪该万死，还不束手就擒！拿下！沈统领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恕罪恕罪。沈贵人的家眷在何处？在最里头，最里头。小人这就为您带路。记忆中那个白胖可爱的婴孩，如今竟是这般模样。你是谁？我是你的堂姑沈燕。堂姑？我不认识你。娘说我们是坏人，所有人都讨厌我们。不，你不是坏人，你娘做错了事要受罚，但你没有错，你是个好孩子。这个送给你，以后如果遇到困难，就拿着它去江南找沈家商号，他们会帮你。谢谢你，堂姑。不用谢，要好好长大。沈统领，对不起，是我们给沈家添了天大的麻烦。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你们到了江南，好好生活，平平安安比什么都重要。沈统领，大恩不言谢，谢谢你和相爷没有赶尽杀绝，还为我们这些妇孺求情。此生此世，我们一家定当为您和相爷立长生牌。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你们到了江南以后，好好生活，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比什么都重要。我们知道，再也不敢了。这场风波
终于结束了。统领，相爷有紧急书信。燕儿，三皇子虽已伏法，然朝堂暗流未止。今日早朝有数名御史联名上奏，弹劾你女扮男装，乃欺君罔上之大罪，请陛下严惩。为父已联合几位大人，暂将此事压下去，然其心可诛，恐后续仍有风波，万望谨慎。欺君罔上，果然树大招风。三皇子倒了，却总有新的豺狼闻着血腥味就扑上来。他们想要的不是什么公道，而是扳倒沈家这棵大树罢了。父亲的担忧我明白，但他们太小看我沈燕，也太小看当今圣上了。我女扮男装是奉的天子密诏，行的是监理后宫、护卫君王之职。那些御史的弹劾，不过是跳梁小丑的聒噪罢了。我沈燕行得正，坐得端，问心无愧，魑魅魍魉，何足惧哉？我会继续穿着这身铠甲，守着这皇宫，守着这万里河山。只要我还在，就绝不会让任何人破坏这来之不易的和平。